张萌，弹药还有多少？最后一个弹夹，15发。萧哥，撑不住了，往东面撤。我记得那边有个便利店，可能有后门。张猛，你对不住了，萧哥。受伤了，跑不快，总得有人活下去。完了完了，我真的要死在这里了！萧逸，你早就该死了。没想到我萧逸就这么死了，我不甘心。若有来世，我没死。小野，跟你说话呢，发什么呆？小逸啊，还得是你有本事，二叔没白疼你。就这么点儿，你是不是自己偷吃了？妈，哥要打我。反正他也活不成了，省点粮食，要不……妈跟你说话呢，听见没？装什么聋子？小逸啊，你自己光棍一条，要那么多钱没用。你表弟女朋友怀了，急着买房。二婶求你了，就当借我们的，等你弟结了婚，我们做牛做马还你。这一世，二婶，你刚才说做牛做马也要还我？对对对，二婶说话算话。可我嫌脏。你疯了，敢在家砸东西？你家？这房子是我爸留下的。我爸去世前，存款、房子、我的学费，全都安排好了。你们养我，是养我，还是吸我爸妈的血？你个没良心的东西，有娘生没娘教！你干什么？放开我！再敢提我爸妈一个字，我让你走不出这扇门。你滚回你们农村去！我真的回来了。末世前3个月，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老伙计，这一世你得陪我更久。父亲留下的遗物，前世被二婶骗走卖掉，这一世我要守护好它。我记得在末世里见到买走玉蝶的老板，那人竟有凭空取物的能力。前世我傻，把宝贝当石头送人，这一世，这次我要零元购整个世界。前世那个老板能凭空取物，秘密一定在这玉卷里。怎么没有反应？难道是血滴的不够？有反应了！这是魂穿到玉珏里了，看来这是一个储物空间。真的可以，而且雾气在散开。1分钟、2分钟、5分钟。天哪！前世找到一包未过期的方便面都难如登天。如果这个玉珏空间能保鲜，不是保鲜，是时间静止。天不亡我，这才是我重活一世最大的倚仗。有了这个玉环空间，计划可以开始了。第一步就是启动自己。喂，谁呀？这么晚？冰子，是我，萧逸。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还能想起给兄弟打电话？别说风凉话了，有急事，帮我个忙。哟，什么事儿能让咱们萧大兵王开口求人？我老家县城那套房子，帮我卖了，越快越好，我急用钱。卖房子？你那房子地段不错啊，真想卖？真卖，110万全款，我人不过去，你能操作过户吗？能，太能了。咱俩谁跟谁，电子委托书签一下，顺利的话，明天上午给你办妥，包在我身上。这么急，看来拆迁的风声你早就拿到了。前世就是王兵这般地头蛇先得到内部消息，低价囤房，末世后成了土霸王。这一世，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专家称或与厄尔尼诺有关。某国海岸发现大量鱼类神秘死亡，
近期流感症状加重，市民需注意防护。末世来临的征兆已经开始了，只是没人当真。兄弟，钱到了吧？房子的事办妥了，以后还有这种好事，随时找兄弟。哼，王斌，你就尽情的笑吧。拆迁款对我来说那只是零头。王斌，好好守着你的空房子，等末世来了，看你怎么哭。多美好的太阳啊！可惜很快就再也看不见了。200万远远不够，武器、燃油、药品、粮食，这是天文数字般的金额才能满足我需要的一切啊！我一定要赶在末日前囤积完所有的物资啊！看来我不得不利用玉珏空间开始资金操作了。暗网交易有很多的诈骗集团的洗钱通道，密钥通常藏在多层代理的优质验证里。第一个节点，东南亚船区，今日流水8300万美金，收。第二个，缅北伪机债资金池1亿2000万，收。警告，反应过慢，可惜。本大爷也算是为民除害了，送你们点礼物，让你们这些搞诈骗的提前进入黑网一般的末世体验吧。200亿黑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我，很公平。我需要用这笔钱活下去。小易，你的吸血鬼亲戚又去公司总部找你了，明天快来公司。小易，听说你那帮极品亲戚又去总部闹了，还举着牌子。我也听说了，说什么侄子卷款潜逃，闹得挺凶。行政部的妹子跟我八卦来着。习惯了。要我说，你就是心太软，早该跟他们撕破脸。那种亲戚，吸血鬼。就是。对了，明天押运完，哥几个喝一杯，给你解解闷儿。不了，明天完事儿我得回趟老家。他们这么闹，总得做个了断。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行，那你忙你的，有事说话啊，兄弟们在呢。前世害死我的那些所谓的家人，这一世我定不会如你们所愿。明天搬空金矿。货已清关，总共7个标准箱。老规矩，全程电子锁，重量核对。明白。路线检查完毕，可以交接。每次搬这玩意儿，都感觉胳膊要断，这可是真金白银啊！集中精神，脚下稳点。7个箱子，总计7吨黄金。前世这些黄金在末世里都永远埋在了地下，当做废土一样。这笔钱要是拿到手，不知道能救多少华族同胞。赌一把。小易，回去真要去处理老家那摊子事儿。闹得太难看，领导也找我问话了。要我说，你就强硬点，直接报警。毕竟是亲戚，算了，彻底断了也好。你这性子就是太重感情。行，完事儿早点去处理，我们帮你跟队长打声招呼。不能在路上动手。每辆车都有实时重量传感器和定位，唯一的时机在入库前的3秒。按照流程，车辆逐一过磅与出库重量核对，误差超过50克，立即警报封存调查。1号车无误，卸货开箱，人工核验后输入缓冲区。小易，你不能慌，我已经感觉到玉珏空间已经张开，如同无形的巨口等待着猎物。最终入库核对，准备。最终称重系统启动倒计时，3、2、1，启动。误差20克，在允许范围内，确认为运输正常损耗，可以入库。系统锁定解除，入库门开启，时间窗口5秒。动了，就是现在，黄金3秒，快，就3秒，快收入玉珏空间，完美，留下7个完美的空壳金属箱。谁会想到我将价值40亿空气永远锁在了里面？每次干这活儿都他妈折寿，真是不晓得的诱惑。总算搬完了。是啊，看着那么多金子，萧逸，你没事吧？脸色有点白。可能是刚才太紧张了，加上家里那点破事，没休息好。还好，还真是有惊无险。看吧，就是被那帮亲戚闹的。
赶紧去处理，请几天假好好休息。对，下午咱不是约了喝酒吗？还去不去？真不行了，哥几个，我这就去找队长请假，得赶今晚的火车回老家。再不回去，他们指不定闹到哪儿去。行，正事要紧，酒以后随时喝，需要帮忙就说。再见，北城，下次回来。一半，我来了。沙漠的风终于把你吹来了，欢迎来到黄金与沙子的国度。卡拉姆，时间紧，直接看货。哈，还是这么雷厉风行，我喜欢。车已备好，走，我的私人展示场不远。上次联系你说要些硬家伙，我能问问是哪个倒霉国家或者军阀惹到你，或者你背后的朋友们了吗？只是做点小生意，需要足够的安全保障。安全保障？我们认识虽然是通过中间人，但我查过你，前华国特种部队精英，退役后进入金融安保，现在突然需要跨国采购军火，这可不是小生意的配置。好奇会害死猫，卡拉姆，你只需要知道我有钱，你要货。我们合作过几次小粮交易，信誉良好。这次是大单。有多大？清单在里面，我要最好的现货，或者你能是将留在10天内调到的货。欢迎来到我的乐园，这里的东西足够武装一个精锐营。现在让我看看你的大单。Wait a minute, Beretta M93 1000, Glock 1000, Walter PKK 2000? Are you assembling a pistol museum? 继续往下看 ，M40 狙击步枪 ，L96A1、巴雷特 M82A1 各50把，上帝 ，HKMP5、AKS 74U 支 M249 机枪，加特林各2000挺。肖，你要这么多机枪干什么？打世界大战吗 ？M109 自行榴弹炮500座 ，T90 主战坦车10辆，挑战者坦克10辆，还有 MQ9 无人机10000台。这是清单，这是一份灭国装备的采购单。Brother, are you sure you want so much? This is not a small sum. Are you sure you have this money? Yes, you can draw a 5% commission. But I demand it fast. Within 10 days, the goods will be delivered at the dock. 哈哈哈哈哈哈！成交！为了佣金，也为了我这辈子接过的最疯狂的一单生意。部分现货就在这个仓库和我在塞西的几个岛库。坦克和重炮需要从东欧的几个老朋友那里调，走黑好运路。无人机，漂亮国那边有点麻烦，但我在洛克希特有点关系。我不管你怎么弄到，10天后我要在指定的码头看到所有货品，完成最终验收。70%的未付款，15亿美金，现在可以转入我们的更共账户。验收后付清尾款。和你做生意真他妈痛快！放心吧，肖，10天后你会拥有这片海域最强大的私人武装，一点小礼物，最好的古巴货。愿你接下来的旅程同样刺激。肖，虽然我不问你要干什么，但这批货的动静不可能完全瞒过某些人的眼睛。你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最好也准备充分。我知道。嘿，活着回来付我尾款。军火到位，下一站粮食5000万吨，飞机正朝着下一个目标，也是末世前全球零元购的最后一个关键节点。Your Highness, the letter of credit you opened through our line of credit at the Swiss bank has been confirmed by all 7 agricultural trading companies. The contracts for the first 30 million tons have been signed. Great. Progress on the shipment. 殿下，按照您的要求，5000条远洋散货船已基本调度完毕，正在北美12个主要港口集中装载。合同约定，全部装载完毕，您支付剩余97%尾款后，船队即可起航。目的地是您指定的苏伊士运河中转港。告诉他们，我要在72小时内看到所有船只装载完毕，停靠在指定锚地。是，殿下。等待我的最终验货和付款指令。卡拉姆，我这边舞台搭好了，你那边的人确保在演出时，所有港口的监控系统会准时出现技术性故障。放心，我的技术团队已经就位，72小时从日落到日出，足够你这位王子施展魔法了。第143号跑位，第144就是这里。5000条船，5000万吨，这是第一次极限测试。开始。
这么多谷物真是太好了，我要全部收进我的玉珏空间了。312艘，第313，不能停。时间不够，怎么回事？感觉自己身体好像快要撑不住了。无间隙走齐了，屋子走齐了。到极限了，得离开。冷，好冷。睡吧，放下吧，太累了，睡过去就都不疼。睡，我不能睡，我不能睡。是兵王，你应该保护我们，去找吃的呀！你怎么不去？死！你就想着自己，明明有本事，为什么不多救几个？都是你的错！唉，不是，我不是。滚开！恭喜宿主心智突破，空间面积扩大5倍，精神力等级提升至1级。因祸得福，还算不错的收获。已经晚上11点了，从凌晨开始收取粮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20个小时。刚才那个诡异的低语声，似乎还在耳边残留回响。想让我睡，还早着呢。那里通往城市，也通往他陵园购计划的下一站。小伙子，行行好，我孙子饿了2天了，求你给我一口就行。你不是当过兵吗？保护老百姓不是你的责任吗？你就这点本事，找这么点吃的？你看你还有力气站着，是不是自己偷吃了？自私！你怎么能只顾自己？大家再忍忍，我明天再去更远的地方找。小哥，对不住了。张猛，你受伤了，就是个累赘，带着你我们都得死。不好意思，我给你个痛快，你的那份食物和水归我了。反正他也活不成了。烧了也是浪费，不如……妈，我饿，听说人肉是酸的，是不是？小易，别怪二叔，
要怪就怪这世道。够了！我的责任不是被你们洗的借口，滚！背叛者。这一世，我只为自己而活。前世已斩，今生我的路自己走。家人们呀，我的侄子萧逸骗走我们的房子和存款，导致我们无家可归，孙子的奶粉都买不起呀。他现在跑到国外去了，还请家人们帮帮忙啊！人渣必须人肉他。看这人模狗样，心这么黑，建议网暴。国企员工爆他单位。房子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唯一念想，卖房是为应急。对于恶意诋毁，我已保留证据，并委托律师处理。我操，反转了，原来是吸血鬼亲戚！看那小子穿的鞋顶我3个月工资，这叫活不下去！博主挺住，支持你用法律武器。视频哭的那么假，一开始就觉得不对劲儿。文强，新闻看了吗？最近异常天气太多了，我公司楼下超市方便面和矿泉水被抢购的厉害。感觉到了，我几个搞货运的朋友说，有些路段突然封闭，像是军车调动。你上次说囤的那批公司样品都在家里。另外，我以公司备用物资的名义，又订了一批米面油和罐头，明天送到。认识我吗？这一片的物业协调员小赵。废话，有事吗？收这个月的车位管理费和安全维护费，你家2辆车，一共2000。我业费交过了。少废话，赵哥定的规矩懂不懂？给钱保你车平安。最近偷电瓶的、划车漆的可多了，不给。这就对了嘛，大家和和气气多好。记住，每月1号主动点儿。走，下一家。都机灵点儿，世道越来越不太平，多攒点本钱。这些住豪宅、开好车的，以后都是肥羊。那里可是矗立着北城最贵的君临天下小区。那时候我也……肖先生，您看的这套君临天下60层复式，绝对是楼王中的楼王。前任业主是位明星，装修品味没，视野、隐私、安保都是顶级的。月租20万，押3付1，就这套。我要重新做一次全面加固装修，条款按我们谈好的写进合同。没问题，肖先生爽快，我马上准备文件。您这是要打造一个超级安全屋啊？那栋窗户被厚重的 AM3 玻璃和钢板严密，算是包裹一个能让我安心睡觉的地方。肖先生，您要求的规格，我们干了20年，头一回见。6层 AM3 玻璃，每层加防爆膜，中间填充镀性气体和纳米吸能胶体。这玩意儿一般是航天器观察窗或者顶级银行能挡住什么级别的冲击？标准军用穿甲弹，正面射击，3发同点，只能留下白痕。普通炸药贴面爆破，玻璃内侧结构无损，理论上能扛住小型导弹的直接命中。当然，窗框和墙体结构得跟得上。墙体呢？按您给的图纸，我们在原有混凝土中座墙内侧加注了50公分厚的特种混凝土层，中间嵌入5公分厚的交错排列合金钢板网，最后再贴一层凯法拉纤维防破片内衬。说句不夸张的，这墙拆楼锤来了都得干冒烟。好家伙，这哪是装修房子，这是造要塞啊！肖老板这是防啥呢？世界大战！喂，里面管事儿的，出来一下！
有事。这一片装修归我们赵哥物业协调管理。你们这动静这么大，工期又长，扰民费、协调费、卫生管理费加起来，先拿5万块钱出来，以后每月1号准时交1万。还有，你们这些建材，走电梯把地板都划花了，押金再交3万。说完了。好，跟你说话呢，耳朵聋。带着他滚！告诉你们彪哥，再敢踏进这层楼，大哥，我们走，马上走。妈的，一个租房子的敢动我的人，还他妈是个硬茬子！赵哥，那小子邪门，一脚就把钢梁踩凹了，能打是吧？末世马上要来了，等乱起来，老子第一个去搞他，把他那龟壳撬开，里面的东西还有他那身本事都得归我。这辈子我不想再饿肚子了，前世的苦难都见鬼去吧。因产权清晰，补偿款直接打入原产权人萧毅指定账户。萧毅，我老祖宗，你敢耍我？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赵哥的人是不是盯上我们了？意料之中，物资藏好，近期尽量少出门。我们楼上新搬来的，听中介说叫什么萧毅的邻居，看样子很快就要不太平了。收容稳定性暂时可控，但需要最高级别隔离。我们将其暂命名为阿尔法型原始感染体，建议立刻启动方舟协议最高响级别。妈，水进来了，怎么办啊？给萧毅打电话，快，求他救我们！他是当兵的，他肯定有办法。完了，根本打不通。那个畜生，他故意的，他想我们死。陈小姐，周先生，你们真觉得该出去？外面那些怪物，家里最后一点饼干昨天就吃完了，宝宝一直哭，我没办法了。我们在窗口观察了2天，对面那家便利店门被撞破了，但货架似乎还有东西。这是最近风险相对最小的目标。要去就趁现在白天，雨势稍小，但我们得有计划，一起行动，互相照应。世道怎么就成了这样？我跟你们去，我这把老骨头也能帮看着点后路。宝宝不怕，妈妈给你找吃的。正面街道空旷，我们从侧面绿化带绕过去，遮挡无多。李老师、孙爷，麻烦你们守在门口这里，注意我们后面和楼里的动静。好，你们千万小心。彪哥，鱼出窝了，10来个，往便利店去。还有水，好多。别乱，按说好的，先集中，小心声响。闭嘴，往后退，从后门走。哟，这不是咱们楼里的英雄们吗？出去发财了，收获不错呀。赵哥，还有女人呢。小赵，你想干什么？这些都是大家拼了命找回来的活命粮。呸！命，你们的命现在归我管。把东西放下，然后滚回楼里。这些是你们交的保护费。凭什么？这是我们差点被咬死才拿到的。就凭这个？别硬拼，他们有准备。
这才像话嘛！以后想出去找食，先来问问我赵哥同不同意。走。没了，全没了！造孽啊！他们怎么敢？看来单靠我们，连这栋楼都活不下去，必须找个真正的靠山了。外围的丧尸密度还在可控范围，但变异体出现的频率在增加。手上的这些管钳、抗生素、高热量能量棒等，给我的安全屋的备用清单又补齐几项。哟呵，肖老板忙着呢，出门采购去了。小赵，拦我路，想清楚后果了。后果？后果就是你今天得把门打开，让哥几个进去参观参观你那金窝，再把吃的用的都交出来。还有你身上那套家伙事儿，妈的，上次的账还没算，把你身上的物资和武器都交出来，老子再给你一个痛快。就凭你们这几块料，没脸不要脸，给我上，留口气儿就行。我的腿！下一个，妈的，能打是吧？你能快过枪？跪下，把刀放下。你手上的那把粗糙的火药枪，土制11号口径，装填慢，精度差，有效射程不到10米。你就拿这个威胁我？少废话，老子崩了你！这是什么 ？MGL 140，40毫米球弹，高爆弹头。这一发下去，这条走廊连你们带墙剩不下什么。要试试是你的破枪快，还是我的烟花覆盖快？赵哥，别冲动啊！大哥，误会都是误会，我们错了。肖哥，有话好说，我们这就滚。欺软怕硬的猎狗暂时吓住了，但饿极了还会反扑，我还是要谨慎一点。真正的末日危机还在后头。那伙人跑得真快，看来是真吓破胆了。萧逸手里那东西，你认得吗 ？MG 榴弹发射器，军用级，连发，不是普通安保人员能搞到，更不是敢随意拿出来的。他到底是什么人？退役兵王需要这种火力？不只是火力，是态度。他开枪了吗？没有，他用最小的代价，仅仅是展示，就达到了最大的威慑效果，精准、高效、冷酷。这不是莽夫，是极度理性的猎食者思维。比起彪哥那种纯粹欺软怕硬的恶棍，萧逸至少看起来遵守某种规则。他划了地盘，明确警告。对，规则意味着可预测、可交涉。在现在这种毫无规则的环境里，这反而是一种稀缺的稳定因素。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它。看这里，他每次外出返回，身上几乎不见狼狈。面对丧尸和异兽，他游刃有余。今天一对10，瞬间瓦解对方战斗意志。他的体能、战术素养、心理素质远超常人。他衣服下面好像一直穿着防护，而且他似乎对低温体提前有准备。我记得暴雨第2天就看到他窗口加强了密封。没错，我们是因为职业敏感和资源才开始囤货。他呢？他的准备看起来更早、更系统、更专业，简直像是预知。你是说
他早就知道会变成这样。不确定，也许是极度敏锐的危机感，也许是别的，但这不是重点。所以，他不是一个主动的威胁，甚至可能成为一把保护伞。前提是我们能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不是成为累赘或威胁。彪哥视我们为肥羊，萧逸或许会把我们看作邻居，或者潜在的合作者。我们需要更多的物资，这个冬天会很漫长。温度降很快，电力随时会彻底中断。彪哥吃了这么大吃亏，不会善罢甘休。他可能不敢动萧逸，但肯定会变本加厉搜刮我们这些软柿子。我们的物资撑不了几天，外出寻找风险极高，且可能再次被掠夺，必须寻找外力破局。直接去找萧逸，太冒失了。我们不知道他的具体脾性。我这几天借着检查水管和电线的名义，在安全楼层内走动，结合观察，大概摸清了楼里剩余住户的情况和彪哥势力的常驻点。这些信息对他有价值。另外，你之前在部队待过，对建筑结构和应急通道判断很准，我们能帮他完善这栋楼的防御弱点图。用情报换保护，或者至少换一个互不侵犯，甚至有限互助的约定。这是第一步，我们要让他看到，我们不是只会哭求的累赘，而是有观察力，能提供帮助的资源。接触方式不能在他门口，太引人注目，也容易引发误会。这里15楼的紧急疏散通道转角，有个废弃的管道井小隔间，相对隐蔽。明天我们可以偶遇。这层的线路老化太严重，得找找有没有备用的保险丝，不然今晚可能这层都要断电。接下来说什么？我去那边旧管道间看看，以前物业好像堆过些杂物。他会来吗？如果他如我们判断的那样谨慎且注重掌控，他今天一定会巡视整栋大楼。特别是彪哥势力受挫后，他需要确认是否有新的威胁。15楼是中间层，视野关键，我们只能等。陈红、周文强，昨天旁观的人在这里修电路。他看见了，也在观察我们。两位，找我有事。萧先生，明人不说暗话，我们看到了昨天的事，我们想和你谈谈，关于如何在这栋楼里活下去。我们不是来求施舍的，我们有些东西可能对你有用。进来，给你们5分钟。第7天如期而至，温度跳水比前世记录还低了10度，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开始。主电力网彻底瘫痪了，城市最后一点秩序熄灭了。吵死了，冻死了就没人干活了。妈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冷，跟冰窖一样？彪哥，咱们抢的被子不够啊，这炭也烧不了多久。让他们把家里所有能烧的、穿的都交出来，衣服、被子、书籍、木头家具，全他妈搬过来！老东西，你家那张实木桌子呢？搬过来。那是我老伴儿留下的，不能烧啊！我求求你了。去他娘的！烧了暖和，
再不交，把你也扔出去！求求你们，给孩子留条毯子吧，他会冻伤的。小崽子走了，活该，老子还冷呢。谁在他妈藏着掖着，不听老子的话，我宗元，彪哥，这就是下场。看见没？这就是规矩，把所有能烧的、能穿的，统统交到老子这里，统一分配。谁不服，谁就去外面跟冰棍做伴。电力中断，外部极寒，人心崩溃，都在预料之中。但自身的力量才是最终极的依仗。速度，我需要更快的反应，更敏捷的身手。就是现在。检测到宿主速度能力临界突破，神经系统与肌肉协调性优化完成，速度异能等级基础1级。成了，1秒6米垂直攀岩，这在前世是3个月后才达到的进度。系统已激活，正在进行全球扫描。开始灭人了，而且是用这种方式，为了立威，也为了节省口粮。人性的崩塌总是比气温下降的更快。两位，找我有事。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我就对你不客气了。走。彪哥说了，这女的细皮嫩肉，带过去暖和暖和。陈红夫妇是我观察中少数有脑子，可能有用的，而且他们刚刚表达了罪行。彪哥，你的立威踩过线了。别给脸不要脸！跟哥走，保你不冷。萧逸，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要是识相的话，就把东西交出来。你的手不想要了。萧逸，你别乱来，彪哥。回去告诉赵彪，他要怎么当处，我暂时懒得管。但再敢碰我滑进范围内的人，下次你的就是魔子。滚！萧先生，多谢，又给你添麻烦了。他们不会罢休的。彪哥会觉得权威被严重挑衅。先管好自己，极寒会持续很久，撑不过今晚，说什么都白搭。等等，萧先生，我们之前说的依然算数。另外，我们知道彪哥大部分物资藏匿的位置，以及他们晚上值班的漏洞。萧逸，他真的会？他会，因为彪哥的存在已经成了不可控的变量，威胁到了他的安全区边界。我们或许能帮他省点事儿。
也能为自己争取一点生存空间。怎么突然烧得这么厉害？肯定是昨天冻着了，又受了惊吓。没事儿，挺一挺就过去了。我们没药了。我记得隔2条街有家社区医院，不大，但可能还没被完全搬空。我去看看。不行，外面零下60度，还有怪物和彪哥的人，太危险了。你必须吃药，高烧在现在会要命的。我观察过，凌晨4、5点，天最黑，气温最低，也是他们最懈怠的时候。我动作快一点，悄悄去，悄悄回。文强，万一……没有万一，相信我，为了你，也为了我们，我很快回来。你锁好门，谁来都别开。方向，没错，再坚持一下，拐过前面那个路口就是。该死的，要被缠上了吗？我不能死啊！妈的，跟你们拼了！是谁在帮我？你就螺丝刀对怪物，勇气可嘉，脑子不行。萧先生，你怎么来找药？我妻子高烧，急需退烧药和抗生素。从这里进，直通药房隔壁的储物间。动作快，你还有5分钟。这附近不止这几个。多谢萧毅兄弟。鬼知道，太他妈冷了。刚才是不是有枪声？看见啥了？赶紧看看有没有油水，回去交差。4个丧尸，2个人，看起来好像还是彪哥的手下。我要先解决谁？丧尸优先。别动，别叫。好汉饶命！赵彪让你们出来干什么？找吃的，还有盯着有没有落单的入珠。滚！告诉赵彪，他的手伸太长了。拿到了，拿到了。走。萧先生，今晚救命之恩，周文强记一辈子。以后但凡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不需要空口承诺。你妻子等着药，回去吧。这个，请您收下。我和陈源这几天画的，楼里剩下租户的大概情况，彪哥那帮人常待的这个房子。他们存放抢来物资的几个点，还有他们晚上换班偷懒打点的时间规律。
标注详细，甚至估算了某些守卫的视野盲区。情报我收了，今晚的事两清。谢谢，您保重。专业、细致，这对夫妻比预想的更有用。这份图省了我不少侦查的功夫。赵彪，你的好日子看来是到头了。妈的，怎么少了这么多？谁偷吃了？彪哥，这几天太冷了，兄弟们消耗大，而且好多吃的冻坏了。对啊，彪哥，那帮穷鬼上交的东西本来就没多少好的。不对，陈红和周文强那两口子这个月交的东西最少，每次就2包破饼干，他们家里肯定有私存。彪哥，那个萧毅上次……萧毅又他妈不是他们爹，还能天天守着？再说了，老子现在没动他们的人，是去搜他们藏起来的物资。这是规矩，楼里谁家不能搜？对，彪哥说的对，那俩肯定藏了好东西，说不定还有药。叫上几个人跟我去检查，要是敢不开门，就是心里有鬼。走。开门！社区安全检查。怀疑你们私藏违香品和违规物资，立刻开门配合。听见没？开门，不然砸了！我们家没有多余物资，符合规定。规定？现在彪哥的话就是规定。少废话，再不开门，我们就当你窝藏违禁品抢闯了。不能开，我们最后一点东西保不住，人也会有危险。真是该死！给我砸！把锁砸开！果然按耐不住了，这群人真是愚蠢且吵闹。去敲门去。好嘞。带着你的人立刻从15-02门口消失。现在转身往回走。彪哥，是他，他在哪儿？他怎么看到我们的？萧毅，你少管闲事，老子是按楼里的规矩搜查私存物资，关你屁事！规矩，你的规矩，在我的地盘是废纸。彪哥，我说过，你只有一次机会。彪哥，走吧，走吧，他真的会杀人，而且我们也不是他的对手啊！无关人员立即撤离，配合情况工作。幸存者们，我们是安全区的人，我们是来救你们的。我们走。广播系统已关闭。警告，只能管一时。饿极了眼，怕极了的人，不会永远记得警告。赵彪，你的胆子比我想的肥一点，看来清理计划得提前了。根据周文强给的图，彪哥最大的一个物资点就在前面那片商业区地下车库，顺路清理掉，既能削弱它，也能补充些消耗品。
什么声音？白色的什么东西？这是什么？狗？狐狸？末世里还有活着的正常动物？不像是普通的小动物啊！这伤口，这血液颜色，难道是灵兽？这里没有发现其他生物或陷阱，小兽的眼神中似乎没有攻击性。没有丧尸或异兽在附近，伤口像是被利爪或某种尖锐物体撕裂，不是枪伤或刀具伤。血液异常，它本身也很异常。末世3个月，普通动物要么死绝，要么变异成怪物。这么干净灵性的生物，会是灵兽吗？我记得关于末世初期某些地方出现过的灵兽、战虫，但都语现不详，我自己从未亲眼见过。救你可能是个麻烦，甚至危险；不救似乎也不太对。先隔离、检查，从空间取出物品，如果有问题再处理也不迟。就叫你有理吧。伤口很深，感染严重，失血过多。低温反而延缓了他的死亡，但也让情况更复杂，需要立刻清操缝合、升温、抗生素。彪哥的物资晚一点也无妨，这东西值得我改变计划优先处理。体质微弱，心率低，体温异常低，但生命反应还在，血液成分未知，不敢贸然输血，只能用基础手段了。你就乖乖待在里面恢复生命特征吧。能不能活下来，看你的造化了。不是已知物种，行为有智慧，血液蕴含能量反应。这个世界除了丧尸、异兽，看来还有别的异常。神秘的家伙，但愿我的冒险不是救回一个麻烦。那一双湛蓝纯净的眼睛，暂时挥之不去。末世以来，我第一次对生存和复仇之外的事物产生了些许不确定的好奇。恢复速度快得异常，伤口愈合速度是普通犬类的3倍以上。体温稳定在15摄氏度，远低于恒温哺乳动物，但生命体征强劲。果然不是寻常生物。
醒了，命挺硬。别乱动，伤口还没长好。智慧等级不低，而且他看我的眼神，不像宠物看主人，倒像是平等的观察者。不是外敌入侵警报，而是大规模生物活动预警，由布置在楼体外部各层的震动的传感器和红外探测器触发的。发生什么事情了？数量粗略估算已达数百，而且还在增加。狮群围楼，这么快，规模还这么大，是低温迫使它们向含有热源和活物气息的建筑聚集，还是有别的什么东西吸引了它们？弹跳丧尸。这东西前世是极寒期半个月后才出现的变异体，又提前了。第一层防御被突破了。紧急广播！紧急广播！所有还能听到的人注意，我是萧逸。狮群围楼，变异体已突破低层。不想死的，立刻向高层转移，至少10楼以上。锁死防火门，用重物堵住楼梯口。狮群主力会被低层的活人气息和声音吸引，从破口涌入，逐层向上清理。高层相对安全，但楼梯间是唯一通道。守住关键楼层楼梯口，就能形成瓶颈，来多少杀多少。先去11楼平台，那里视野好，空间相对开阔，便于发挥火力。欢迎光临。头部，打爆你们的头，还能节省子弹。虽未致命，但冲击力应该能让他动作一致。狠招，该死的！麻烦。请你吃好的。让你们变成渣渣。8楼压力加大，狮群分流了，该换场地了。才刚开始，今晚看来是个丰收夜。
这怎么可能？昨天还缝合紧密，需要敷料保护的伤口，此刻竟然已经愈合了80%以上，缝合线几乎被新生嫩肉覆盖，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粉红色疤痕，连疤痕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淡化。愈合速度是昨晚观测数据的再次飞跃，完全违背生物学常理。是这东西的作用，还是它整个种族的特性？尤里，该吃早餐了。对高能量合成食物接受度一般，是口味问题，还是他需要别的？对了，这里面是之前陵园购时顺手收进来的真空包装的优质生牛排。偏好新鲜血锐，食性偏肉食，且对高蛋白生肉反应积极。看来尤里在进食生肉后，尤里那冰蓝印记似乎流转过一丝微光，他整体的精神状态和毛方光泽都以可见的速度提升了一截。尤里对名字有反应，能准确关联声源和监控设备，空间定位和逻辑联想能力很强。捡过来。不仅听懂了指令，还准确理解了传递的意图。甚至知道通过这个口子交互，这智慧水平远超普通高智商动物。你醒了。经过几天的观察和测试，我决定给你有限度的自由活动权限，出来玩吧。冷静、谨慎。有极强的学习能力和环境适应力，对我保持距离但不畏惧，似乎在评估他到底什么来头，灵兽、外星生物，还是地球上古未被发现的智慧种族。看来今晚又有的忙了。只是小股散兵，构不成威胁。你能感知到那些东西，甚至能区分威胁等级。有意思，看来救你回来，可能真是捡到宝了。这小东西难道真的有智慧？认可了，还是仅仅表示友好？越来越有意思了，尤里。看来我对于未来在这个末世生存下去的筹码清单上，悄然添加了
颇有分量的一条。是昨晚尸体堆里那只，居然能潜行避过那么多传感器，摸到这里来。是追踪我的气息，还是对高能量反应敏感？你能看到它，甚至感觉到它的威胁性比普通丧尸高。抓个活的样本研究，风险太大，直接清除。不好，要自爆，还是释放某种毒素或孢子？不能让它完成，不能让它完成。有理，你干什么？这声低吼通过安全屋的音频采集系统，甚至被部分传递到了外层走廊。这是什么情况？丧尸们怂了。天哪，这些丧尸变异体是主动撤退了。范围性精神震慑，直接作用于丧尸，甚至是变异体的核心本能。驱散效果覆盖了至少方圆500米。确认了，刚才那几秒内，以安全屋为中心，大范围丧尸活动信号集体转向和衰减。你到底是什么？你的吼声是针对所有丧尸病毒载体，还是只对特定类型有效？需要更多测试，控制变量，但毫无疑问，有理，你的价值远超我的想象。你不是宠物，也不是简单的战宠，你可能是对抗这场丧尸灾变的关键性战略武器。有理的震慑能力，冷却时间未知，消耗似乎不小。不能作为常规清场手段，但可以作为关键时刻的底牌，或者用于执行特殊任务，比如潜入狮群密集区获取关键物资。对高阶变异体，如潜行者的效果似乎格外明显，能打断其特殊能力发动。这是否意味着他对丧尸病毒的高级表现形式有某种克制？狮群围楼的直接威胁暂时解除，彪哥那边的清理计划可以更从容的进行。楼内其他幸存者或许可以借助尤里偶尔的巡逻，建立更稳固的安全区。看来这个末世除了复仇和生存，
或许还能找到点别的乐子了。尤里，我们合作的第一课，你教的不错。昨晚的动静，尸群突然退走了，连带着那些变异物的气息都弱了很多。是萧逸做的，不像他的风格。他擅长精准清除和防御，这种大范围驱散，更像是某种我们不了解的手段。不管怎样，威胁暂时解除，这是我们接触他最好的机会。东西都准备好了。这是我们这些天观察推算，加上之前你冒险换来的信息，整合出的最新情报，包括彪哥昨晚受挫后可能的动向，楼里几个隐藏的可用出口，以及我怀疑楼内除了彪哥，还有另一股更隐蔽的势力在活动，迹象很微弱，但不能不防。我办，是生是死，赌这一把。萧先生，打扰了。进，门带上。情报，说你们觉得最有价值的。第一，彪哥的核心物资不止我们之前标注的那3处，他最近2天在9楼 B 区的消防水箱夹层里，又秘密转运了一批高热量食品和药品，由黄毛亲自看守，这是他最后的底牌。第二，楼体结构，我们检查过，东侧应急楼梯从5楼到8楼的一段承重墙有严重的动容裂痕和锈蚀，如果受到剧烈冲击或爆炸，有局部崩塌风险，这可能是弱点，也可能是隐患。消防水箱夹层倒是会找地方，结构隐患值得注意。第三，也是我们最不确定的，最近3天在夜间，我们偶尔会听到一些不属于彪哥手下，也不像丧尸的轻微动静，主要既被刻意清在12楼到16楼，那些完全无人居住、消毒水混混和铁锈的味道。我怀疑楼里可能藏着别的东西，或者别的人。证据？没有直接证据，只有3次不规律的轻微响动，以及2次在12楼走廊尽头通风口边缘发现的几乎被擦掉的湿润水渍和一丝残留的气味，无法判断是敌是友，是人是其他生物。你们的条件，我们想用这些情报，加上我们2个人后续的观察力和行动力，只要您需要，换取在您的安全区域内一个相对安全的容身之处。不是白住，我们愿意承担力所能及的警戒、侦查甚至战斗任务，并且我们搜集到的所有物资愿意上缴5成。我们不需要进入您的核心安全屋，只需要在您划定的高层安全区内有一个能遮风挡寒、相对不受彪哥威胁的房间。我们保证遵守您的一切规定，绝不擅动，绝不多问。7成。你们未来获得的所有物资上交7成。另外，我需要你们成为我在楼内常规区域的眼睛和耳朵，定期汇报所有异常，包括你们刚才说的隐藏动静。必要时，执行我指定的侦查或诱导任务。作为交换，我会将15楼以上划为安全区，清理掉不稳定因素。你们可以在16楼东侧那间空屋暂住。我会提供基础防御加固指导和最低限度的应急物资支援。在我的规则下，你们的安全我负责。我们同意，7成上交虽然苛刻，但换来的是明确的保护和相对稳定的环境。这交易值。谢萧先生，我们一定做好该做的事。情报我收了，今晚之前搬到16楼东。门锁我会处理，记住管好自己，不该看的别看，不该问的别问，尤其是如果看到什么不同寻常的小东西，当没看见。谢谢。谢谢。去吧，等我消息。消毒水和铁锈，如果是人，会是谁？末世前的准备者，还是军方或其他组织的观察员？看来这栋楼比想象中更有趣。陈红夫妇观察力确实敏锐，值得一用。妈的！姓萧的把高层一锁，那些软骨头都缩上去了，收上来的东西越来越少。这2天就他妈几包破方便面，想饿死老子！彪哥，萧逸那边咱们惹不起啊。他那天广播里说的，惹不起？老子现在快饿死了！
还管他妈妈惹不惹得起？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不对，来他妈妈的绝户的！彪哥，您的意思是，楼里还有几家没搬上，拖家带口的，去找一家有小孩的，越小越好。把那小崽子给我请过来。绑孩子？绑孩子？是？怎么？你有意见？还是你想替那小崽子饿着？记住，做得干净点，然后放话出去，让那家人让整层楼还剩下的几户，把家里藏的所有能吃的、能用的，统统交出来，换他们孩子的命。谁敢不交，或者敢去给萧毅报信儿，就一根一根手指头夺了那小崽子为钩。明白了，彪哥，这就去办。谁呀？谁呀？开门！彪哥有话通知。你们要干什么？不干什么，请小少爷去我们彪哥那儿做做客。不行，不能碰我孩子，我们真的没东西了。最后一点饼干，昨天都给你们了。有没有？你说了不算。带走。听着，想要你儿子全虚全伪的回来，明天天亮之前，把你们家还有这层楼剩下几家所有藏着的吃的用的，统统送到9楼。少1粒米，迟1分钟，就等着收尸吧。周先生，救下小宝吧！彪哥绑了我儿子，要我们交所有东西，不然就杀了他。求求你们跟肖先生说说，只有他能救小宝了，他才5岁啊！李师傅，慢慢说，说清楚。他们把小磊带走了。畜生，连孩子都不放过！这事儿必须立刻告诉肖先生。彪哥这是狗急跳墙，也是试探肖先生的底线。如果肖先生不管，他的威信会受损，彪哥会更嚣张。如果管，这就是我们第一次力所能及的任务。肖先生，紧急情况！彪哥绑架了7楼住户李师傅5岁的儿子小宝，威胁整层楼住户上交所有物资，否则撕票。地点应在其9楼据点或附近，请求指示。动孩子，触及底线了，也好。给了我一个提前动手的完美理由。陈红，守好你们夫妻的家门，今夜无论听到什么动静，不要出来。通讯静默，行动开始。这次不用你吼，是前行。救人。
哭什么哭？再哭真剁了你！里间4人，外间1人加孩子，优先解决外间看守，无声控制。嘘，别出声，带你找爸妈。待在这里，闭上眼睛，数到100，数完，你爸妈就来了。黄毛，出去看看。我的眼睛、耳朵。你在找这个？魔剑的时代，用孩子威胁的时候，想过这个吗？萧哥，饶命！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东西我给你，孩子你带走，饶我一命。你的命现在不值钱，清理工作留给明天。现在，先送孩子回家。萧先生，谢谢您的大恩大德。谢谢。看好孩子，锁好门。明天楼里会清静很多。萧逸，老子跟你不共戴天！彪哥，咱们完了，东西没了，人也被他抓了现行，他不会放过我们的。要不咱们跑吧，趁现在天还没亮。跑？往哪儿跑？外面零下6、70度，全是吃人的怪物。这栋楼就是咱们最后的棺材。不能就这么完了！老子就算死也要拉他垫背，拉着整栋楼给他陪葬。去，把咱们最后藏的那几桶工业美油，之前从地下车库维修室陵园淘来的，还有所有能找到的布料、木头，全搬出来，堆到楼梯间，从6楼开始堆，一直堆到10楼。彪哥，您要放火？放火？不是送他们所有人上天。楼梯间是唯一的通道，火一起，浓烟往上走，上面的人下不来，下面的人也上不去。等火烧穿了，整栋楼都会变成烟囱和火葬场。萧逸，他的乌龟壳再硬，能防得住无孔不入的烟和持续的高温吗？对，烧死他们，谁都别想活！快去，趁着他们以为我们完了，放松警惕的时候，点火之后，我们从东侧那个废弃的货运电梯井道滑下去，那里还没完全冻死，能通到地下2层车库，咱们从车库另找生路。压什么呀？火？怎么突然着火了？是彪哥，狗急跳墙，看来他想同归于尽。楼梯间是垂直通道，火势和浓烟会急速向上扩散，危及所有高层住户。灭火优先。安全屋有独立消防系统，但覆盖不了那么远。楼内公共消防系统肯定瘫痪，需要人工阻断火势，开辟隔离带。正好，试试我体能的极限。火焰在6楼向上蔓延，需要在中段8楼到9楼之间制造隔离带，切断可燃物，同时向上疏散人员。很好，这个火势算是能控制得住。所有人注意，我是萧逸，火势已初步控制，
10楼以下住户如果还能行动，立即通过东侧应急通道向下撤离至5楼以下空旷区域。10楼以上住户待在室内，用湿布堵住门缝，等待进一步通知。大家别乱，听肖先生的，快回去，用所有能找到的水、浸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远离楼道门。我们有储备水，需要湿布的过来拿。烧吧，都烧光。游戏结束了，赵彪。不，别过来！喜欢放火，我带你去看看你的火烧得怎么样了。人，我抓回来了。火是他们放的，原因很简单，狗急跳墙，想拉所有人一起死。就是他们之前抢了我家最后的米，还有我弟弟就是被他们打伤，没药治才抢劫、绑架孩子、纵火，这些足够死很多次了。但今天我要让你们知道，他们做过最该死的一件事。你来说，告诉所有人，1个星期前住在4楼的那个独居老人张大爷是怎么失踪的？还有，你们那几天锅里煮的食物是哪儿来的？关我事儿啊！是彪哥说的主意，说反正也没人知道，饿极了啥都能吃。第一口是他逼我吃的。是你们还是人吗？畜生！你们这群畜生！就该让他们血债血偿！放屁！他胡说，那是老鼠肉，是老子从外面找来的老鼠肉。这个眼熟吗？上面刻着张建国，70岁，血型 O。需要我找找你们藏在消防水箱夹层里其他纪念品吗？打死他们，为张大爷报仇！对，打死这些吃人的畜生！不能让他们再祸害人了。他们该死，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在这里打死他们，脏了我们的地方，也浪费了他们的最后一点价值。赵彪，你喜欢弱肉强食，信奉暴力即真理。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实践你的信条。看见了吗？外面才是你该待的世界，你的规矩在那里依然有效，只要你够强。不，肖哥，肖爷，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求你给我个痛快，别把我扔下去。结束了，都结束了。旧的秩序，连同他的渣子一起被清除了。坏人解决了，但末世还在，低温还在，外面的怪物也还在。这栋楼从现在起我说了算，我会制定新的规矩，确保想活下去的人能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不愿意守规矩的下场你们看到了。天亮之后，所有人到15楼以上集合，清理各自的住处，统计剩余物资和能力，具体安排到时通知。陈红、周文强，统计和初步安置工作你们协助。明白。现在都回去，锁好门，保持警惕。昨天的事儿过去了，从今天起，君临天下大楼15层以上是安全区，想留在这里活下去，就要守我的规矩。规矩只有3条，很简单。第一，上交，所有住户无论之前剩下多少，必须在今天日落前将各自存留物资的30%统一交到指定地点。食物、水、药品、燃料、工具，所有能用于生存的东西都在此列。30%，我们本来就剩不多了。第二，保护，上交物资后，你们和你们的直系亲属自动获得安全区的居住权和我的保护。我会负责清理楼内残余威胁，建立基本防御，并视情况组织对外的必要探索和物资补充。在我的规则内，你们的安全我负责到底。第三，驱逐、隐瞒、私藏、虚报物资者，一经发现，没收全部财产，立即驱逐出安全区，永不接纳。内斗、抢劫、伤害其他住户者，视情节轻重，处罚从劳役到永久驱逐。规矩就是这些，自愿遵守可以留下，不愿意现在就可以带着你的东西离开，我绝不阻拦。但一旦选择留下，就必须严格执行。陈红、周文强负责登记和初步物资清点分配，老李还有张二协助维持秩序。是，肖先生。就这些了，孩子要紧的我们留了，这些上交。李嫂放心，登记清楚，以后按需分配，孩子会有保障的。等等，你家3口人就这点儿，按之前了解的情况不太对吧？没了，就这些，都让彪哥那帮畜生抢光了。你家住在11楼西侧，对吧？昨天火场清理时，有人看到你从家里搬出一个挺沉的箱子，藏到隔壁空屋的空调管道后面了。需要现在带人去确认一下吗？我这就去拿，这就去。
规矩立了，就是让人守的。萧先生给了大家活路，别自己把路走绝了。萧先生，初步统计完毕，现有住户22户，共计47人，其中青壮年男性15人，女性18人，老人7人，儿童7人。收缴物资清单在这里。发现3户试图隐瞒，已按规矩处理，额外罚没1成物资，并记录在案。做得不错，人员情况呢？初步了解，有建筑水电维修经验的2人，有医护背景、原社区护士的1人，其他多是普通职员商妇，体力尚可，但缺乏战斗经验和末世生存知识，普遍情绪还算稳定，主要是不敢不稳定。把物资按照食品、药品、工具、燃料分类存放。明天开始，组织人手清理9楼以下的剩余的丧尸尸体和火场废墟，特别是堵塞的通道。你制定一个制排班表，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按体力分组，轮流参加。参加劳动可以获得额外的食物配额。明白，这是将人力资源利用起来，也能让大家有参与感和希望。你很聪明。另外，从明天起，每天晚上安排2人一组，在安全区上下2层巡逻值守，由周文强和你负责培训和排班，发现任何异常立刻报告。是。去吧，记住，规矩要严，但分配要相对公平，尤其是有老人孩子的家庭，适当清醒。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运转下去的集体，不是另一座暴政监狱。我明白，我们会尽力做好。远处似乎有微弱的、断断续续的无线电信号干扰声。新规则已规定，但外部威胁不自动消失，定期清理周边，扩大安全缓冲带是必要工作。第一个，给我破！检测到宿主力量临界突破，肌肉骨骼密度及发力方式优化完成，力量异能等级从基础突破到1级。这就是力量异能，一拳能隔空轰裂混凝土墙，很好，又多了一张底牌。这道门加固好了，万一再有情况，能多挡一阵。小心点儿，别沾到伤口。那边有手套。有了明确的规则和希望，哪怕再微薄，人的韧性就会被激发出来。萧逸这一步走对了。萧先生，您叫我们来，我需要挑选一些人，有限度的武装起来，用于增强安全区的基本防御和巡逻威慑力。人选怎么定？首先，你们俩，陈红，你心思缜密、冷静，负责情报和内务，需要一把手枪防身，以及准备一个小型无线电和防狼喷雾。周文强，你有部队底子，体能和纪律性好，负责带领巡逻和防御小组。这把冲锋枪和配套装备归你使用和保管。其次，从参与劳动表现最积极、听从指挥且有基本胆量的人里，再选3到5个。老李算一个，他为了孩子敢拼命。那个张二，爱恨分明，胆气也有，可以观察。武装他们，用老式的易于操作的霰弹步枪或栓动步发放。主要组建一个基本的秩序，对外预警，并不要求他们主动外出清剿，既能分担压力，也能给其他人树立榜样和安全感。没错，武器是权力，也是责任。给你们武器是信任，也是考验。记住2条铁律：第一，武器永远不许对准自己人，违者必杀；第二，所有武器弹药进出必须有严格记录，由你们2人共同监督。明白？我们会制定详细的保管和使用条例。最后，楼里那些老弱病残、没有劳动能力的，比如李嫂带着孩子，还有那几位孤寡老人，把这些分发给他们，教他们基本的使用方法，至少能在遇到突发危险时，不至于毫无还手之力，能制造动静求救。您考虑得很周全，这不仅能给他们安全感，也能让他们感觉到没有被集体抛弃。末世里，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才能活得久一点。武器分发明天开始，你们先去拟定名单和初步条例，记住，宁缺毋滥。是。周大哥说，萧先生可能要给我发枪，让我帮着守楼。这是信任咱，你可一定得好好干，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只会忍气吞声了。为了小宝，为了这个新家，我一定拼命。武装核心，保护弱者，建立阶梯式的防御和责任体系，一个微型幸存者社区的雏形算是搭起来了，但这还远远不够。预决空间的进一步探索和利用，对陈红提到的隐藏动静的调查，以及如何应对必然会到来的更大的外部威胁来袭，还是需要多筹备一下。你也感觉到了，这栋楼里看来还有秘密没挖干净，不过不急，慢慢来。有了力量，有了人，有了规则，我们有的是时间。力量异能觉醒，精神力似乎也随之增长，是时候尝试主动沟通，探索着预决更深层的秘密了。前世的那个，恐怕也只开发了他储物和保鲜的皮毛。突破，给我看看你的真面目。
这是可种植的土地，还有活水，玉珏空间竟然能演化出完整的生态小世界。这水不一般，似乎富含活性物质和能量。如果能实现食物自循环，末世最大的生存枷锁就被打破了一半。理论成立，现在需要实践验证。种子是末世前普通货色，营养土也是，变量只有一个：空间里的泉水和新土地的活性。光照和温度，空间里是恒定的最佳状态，现在就是等待。你也觉得这水特别？等着看吧，如果成功了，我们的好日子才算真正开始。生长速度至少是正常情况的10倍以上，不可能更快，而且状态好得惊人。成功了，真的成功了！24小时一茬的蔬菜，这清泉和土地简直就是为末世农业量身定做的。15公顷土地，按最保守的估算，如果能全部高效利用，光是叶菜类日产可达数吨，加上各种谷物，不仅自给自足绰绰有余，甚至可以有大量盈余。空间内时间效应显著，但似乎只作用于放入其中的生物和非生物本身。对我这个主人和尤里这样的特殊存在，流速感知正常，这完美避免了长期待在加速环境中可能产生的衰老问题。第一步，扩大实验，尝试种植生长周期不同的作物。生菜、萝卜、土豆，甚至小麦的种子我也有收藏。第二步，规划种植区，划分出叶菜区、针根区、谷物区，甚至尝试移栽一些果树苗。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保密。这个能力比玉珏空间本身更逆天，一旦泄露，将引来无数疯狂的觊觎。在拥有绝对自保力量前，必须严格保密，哪怕对陈红、周文强，也只能循序渐进的透露。这个所有人最害怕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已经找到了破解之法。接下来就是稳步实施。今晚加点餐，顺便看看尤里吃不吃素。这才是人吃的东西。看来咱们的食谱都可以升级了。这只是开始，尤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对这旧书感兴趣？图书馆？你想去这里？为什么？图书馆里除了书还能有什么？难道那里有东西吸引你？某种特别的东西。市图书馆特藏文物馆，据说收藏了不少地方志、古籍善本，甚至有一些捐赠的私人收藏。末世爆发时是深夜，图书馆处于闭馆状态，理论上保存完好的可能性比其他公共场所高。好，我们去看看，希望你的鼻子这次能带我们找到点不一样的宝藏。周围游荡的丧尸不多，似乎对这座充满文化气息的建筑兴趣甚极。跟紧我，保持安静。难道在下面？这里地下层更加昏暗阴冷，但结构似乎更完整。老式机械密码锁结合电子门禁，看来是重点防护区域。好在机械部分还在。这些都是真正的古籍，《黄帝内经》。真正的古本。你是被这些古籍上附着的某种古老的气或信息场吸引来的，还是说你本身就与这些知识有关联？不管怎样，尤里，你立大功了。这些宝贝比任何东西都贵重。果然，现代流传的版本多有删改和错误。这古本中记载的经络理论、脏腑辩证，以及一些导引养生之法，更为系统玄妙。而其他的这些，如果结合我觉醒的力量和速度异能，主动引导体内能量按照特定线路运行，可行。这些古法真的能引导和强化异能，虽然效果微弱，但这只是最基础的入门姿势。如果深入研究，长期练习，医术、农学、养生强身，这些古籍几乎是为末世量身定做的百科全书。尤里，你找到的是一个文明的种子库。这些知识需要时间消化，更需要谨慎应用，暂时不能公开。但有了它们，我对未来的归黑更加大胆，可以更加深远。这里是北部军区临时指挥中心。终于来了吗？重复，这里是华夏北部军区临时指挥中心。我们已于龙岭山脉深处依托原有军事设施，
建立龙岭1号幸存者基地。基地目前具备基本防御能力，可控温聚对区，初步恢复的医疗保障和食物配给体系。我们呼吁所有收到此广播的幸存者，在确保自身安全、评估路线可行性的前提下，向基地方向集结。重要警告：当前外部环境极度恶劣，丧尸及不明变异生物活动频繁，气候异常，不建议个体或小规模队伍盲目长途迁徙。建议就近寻找稳固据点固守，保存有生力量，等待后续救援或形势好转。每日早晚6点定时播报，更新基地状况及安全注意事项。愿华夏火种不灭，同胞坚强。完毕。官方力量果然还存在，而且动作不慢，已经初步稳住了阵脚。龙岭基地，我们有救了！国家还在，还有基地，我们有救了！有医疗，有吃的，孩子有希望了！300多公里，路上得死多少人？广播里也说了，不建议盲目去。肖先生带咱们守住了这栋炉，现在日子刚有点盼头，出去冒险，我不去。谁知道那基地里啥样？万一又是彪哥那样的人掌权呢？大家安静，广播只是提供了一个信息，去不去，怎么去，什么时候去，这不是现在需要立刻决定的事情。肖先生会评估所有情况。当前首要任务依然是巩固我们自己的安全区，提高生存能力。有了稳固的后方，无论未来做什么选择，都有底气。陈小姐和周大哥说的对，咱们先把自个儿的日子过踏实了，别想那么远。居民反应如何？大致3种，一部分急切想投奔，视为唯一希望；一部分畏惧路途风险，倾向于固守；少数人对未知的集体管理心存疑虑。需要引导吗？不必刻意引导，有希望是好事，能让人在绝境中多撑一会儿。至于选择，时候未到。肖先生，您不打算近期前往？300公里，末世险途。我现在拥有安全屋初步成型的团队，源源不断的食物来源以及特殊优势。贸然放弃根据地，投入一个完全未知、权力结构复杂的官方基地，是下策。我同意。广播里也强调扶守，而且基地初建，资源必然紧张，规矩恐怕比我们这里只严不松。没错，我的计划是继续强化自身，以这栋楼为核心，逐步清理和吸纳周边可控区域的幸存者，建立一个小型但高度自治、可持续发展的幸存者据点。与龙岭基地的关系可以是远距离的信息互通和有限贸易，必要时的一条退路，但绝不是依附。立足自身，保持独立，同时与最大官方势力保持联系，进可攻，退可守。当前要务：第一，利用相对稳定的环境，加快内部建设，提升每个人的生存技能和贡献值。第二，以这栋楼为中心，向外逐步探索，绘制更详细的周边地形和威胁地面图，寻找其他可能的小型幸存者团体或资源点。第三，继续训练护卫队，并开始尝试小规模、低风险的对外物资搜集，以楼内急需且无法自产的药品、特殊工具为主。龙岭基地的广播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迁徙指南，而是2个信号：一，文明未彻底崩坏，最高层面的组织力仍在；二，他们提到了不明变异生物和气候异常，说明他们掌握的信息可能比我们更多。我们需要设法在不暴露自身核心秘密的前提下，获取这些信息。可以通过定期监听广播，也许能分析出一些动向。这件事交给你们，每天记录广播内容，尤其是任何关于新威胁、新技术或者对其他地区情况的描述。另外，尝试用我们改造的无线电，在非广播时段，谨慎地扫描附近可能存在的其他幸存者电台信号，保持静默接收，不主动呼叫。明白。基地，未知恐怖。广播里含糊提到的气候异常根源，连玉蝶和尤里都有反应。龙岭基地在北边，他们是否也监测到了，或者已经接触到了什么？看来，安逸的安全屋生存阶段要提前结束了。无论是为了应对可能的更大危机，还是为了在未来与任何势力打交道时拥有足够的话语权，扩张和进化必须加速了。伙计，我们的征程好像才刚刚开始。今天目标：市中心金融大厦、地下金库、员工食堂、顶层高管办公室，优先启闭物资。注意，大厦在末世前刚完成安防升级，内部结构复杂，预计上市密度。主大堂密集，地下车库有少量，高层相对安全。我们从地下车库潜入，反向清理。明白。我开路，肖先生断后。并行。陈红居中，负责标记物资点，随时汇报方位。他说有危险会提前预警。
越来越觉得它不像普通动物了。出发，天黑前必须返回。金融大厦500米，正门广场上市目测20只以上，聚集在倒塌的圣诞树装饰周围。他们似乎在争夺什么东西残骸，有人类活动痕迹。绕行西侧地下车库入口，减速，保持静默。该死！他们刚才藏在盲区。掩护我！下车，速战速决。解决了。第2层安全，找通往主楼的货运电梯。他说那边有活人气息。活人还是上士？去看看。不是敌人，至少不是上士或暴徒。有人住，而且不是一个人。看，3个杯子，2双童鞋。人呢？出去找物资了。回来过，今早还在。有秩序，有纪律，不是乌合之众。末世还坚持学习的人，有点意思。署名冯国生，这名字我听过，金融圈高管，出了名的严谨派。他们应该在上面，上去看看。谁？过路的，看到有人住，上来确认安全。你们不是暴徒？我们是君临天下幸存者基地的，来大厦寻找物资，没有恶意。这2个孩子是我女儿和我儿子。末世发生时，他们正在我办公室过夜。大厦里有另一伙人，很强，占据了高层，我们只能躲在这里。另一伙人，说说。原安保主管陈明忠，末世第1天就杀了物业经理，带着10几个保安，控制了31层以上。他自称大厦之主，把幸存者分等，能打的当打手，有技术的当奴隶。其余，我妻子被他们拖上去了，说是有医护经验，要征用。3天了，我没有他的任何消息。爸爸说不能哭，哭了会招来坏人。你守着2个孩子，手里只有1根钢管，还能把物资分配得清清楚楚。排班表写得像项目管理。职业习惯，在这栋楼做了15年管理，唯一的技能就是规划。你和周文强准备向上清理。明白。枪，我也有。你们要上去？陈明忠手下至少12个人，有枪，虽然不多。留在这里看好孩子，等我们回来接你妻子。多谢。叔叔，你要把我妈妈带回来吗？小野。爸爸，那个叔叔能把妈妈带回来吗？会的，那个叔叔很厉害。哥哥会打坏人吗？会，所以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儿，秩序，哪怕是假的也要维持。孩子看着大人，大人乱了，孩子就垮了。爸爸，我们为什么要排班？为什么要记账？因为乱世里最容易丢的不是粮食，是脑子。排班是让每个人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记账是知道我们还剩什么，缺什么。那妈妈会夸我们吗？会，她一直说爸爸是个死板的项目经理。上面有人，不止一个，守在电梯间和消防通道口。确认，12层防火门虚掩，门缝有烟头光亮，至少2个固定哨。陈明忠能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守楼梯，不是纯粹乌合之众。所以先瞎再杀。陈月留在这里接应，周文跟我。
明白。注意安全。3秒。妈的，陈哥让咱们守楼梯，自己搂着那小娘们在上面快活。冯国生他老婆那腿，行了，少说2句。那女人会包扎，会配药，留着有用。陈哥又不傻，哼，有用，用完不还？眼睛，我的眼睛！冯国生的妻子关在哪儿？我不知道，陈哥在上头。我说在32层，陈哥的办公室，他不肯吃饭，陈哥关着他。周文强绑了，留着问话，明白？水1.5升，压缩饼干340克，罐头2个，药品0。爸爸，你在写什么？物资表。等妈妈回来，我们可以告诉她，我们没有浪费。妈妈会给我们带糖吗？会的。妈妈最记得你爱吃水果糖。爸爸，你不怕那个叔叔打不过坏人吗？但怕也要等，因为除了等，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添乱。爸爸，什么是不添乱啊？这就是我们不添乱的方式。上有枪声，不对，现在是静默。是更多活人气息，还是陷阱？是哭声，很压抑的孩子的哭声。陈明忠手里还有其他人人质，冯国生说他妻子在32层，那里不止他一个。冯太太，你男人带着俩孩子躲在楼下，真不管你了。你说你死心眼儿，跟了我，保你吃香喝辣，非得……冯国生让我带句话。你他妈谁？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他问，他妻子还活着吗？我活着。我没给他们碰。我的手！没让你动。你要什么？黄金、物资，这层楼都给你，放我走。你来定。你觉得你值什么价？回来就好。他们是你找来的？我没本事打上去，但我等到能打上去的人。肖先生，从今天起，我这条命欠你的。不必，你们靠自己的纪律活到今天，我只是顺手清理垃圾。你那套物资管理表，给我一份电子版，有用。好，我还可以做得更好。如果你需要有人做规划、管物资、协调人员，我擅长这个。我太太是护士，也懂药品管理。我们可以跟你走吗？收拾东西，明早出发。你们2个大人，2个孩子，还有你们在这栋楼里救下的其他人。我的地盘不养闲人，但收留守规矩的人。这个人，你打算怎么用？他刚才说，等到能打上去的人，能等，能忍，能把希望压在陌生人身上还不崩溃，这种人比能打的更稀缺。你到底想要什么？
黄金、女人，这层楼所有的东西你拿走，放我一条生路。生路？你给过下面那些人吗？他们是自愿留下的，我没强迫。放屁！你杀了我哥，就因为他不肯把藏起来的胰岛素交给你。闭嘴！他杀了多少人？5个，老郑、李会计食堂那个胖大姐，还有不听话被扔下楼的那个学生。还有呢？他说给我们吃的，要我们陪他们。我只是想活下去，这世道不是杀人就是被杀。换你，你不也一样？不一样。我杀人，从不给自己找理由。不，我可以给你干活。我认识道上的人，我能弄到枪，弄到药啊！清点他所有手下神术，活的压下去，死的报数。是。妈的，陈哥不是说这楼固若金汤吗？人家2个人直接杀穿了。我就想混口饭吃，没真杀过人。没杀过人，那里面的女人怎么回事？幸存者共17人，其中女性9人，儿童3人，老人2人，轻伤5人。另有陈明忠团伙成员已控制6人。据幸存者指认，还有2人在外面搜寻物资未归。肖先生说，主犯已处置，这些人怎么处理？带回去，交给楼里那些人。怎么处置彪哥的，就怎么处置他们。也是种教育。